日本當年為什麼敢偷襲珍珠港？說白了，就是覺得自己的海軍實力夠強，又習慣賭國運，這招他們可太熟了。甲午戰爭賭清朝，日俄戰爭賭沙俄，2次都贏了。到了1941年，他们又把籌碼壓到了美國身上，只不过这一次輸的底褲都不剩。我們先來看看當時兩國海軍的家底。1941年的美國海軍可不是1945年那支下餃子的超級艦隊，總噸位143萬噸，對日本的119萬噸，差距也就 20% 左右。主力艦方面，美國有17艘戰列艦和7艘航母，日本則是10艘戰列艦和10艘航母。航母的數量，日本反倒占優。巡洋艦和驅逐艦呢，美國18艘重巡、19艘輕巡、165艘驅逐艦。日本18艘重巡、17艘輕巡、112艘驅逐艦潛艇，美國106艘，日本75艘。這麼一比，美國強也強的有限，日本完全不虛。技術層面也是各有千秋。美國戰列艦皮糙肉厚，號稱老烏龜，防護力非常好。但日本航母強啊，零式戰鬥機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就是空中霸王。重巡洋艦方面，日本更是耍了個心眼，偷偷照抄了華盛頓海軍條約的噸位限制，質量壓美國一頭。再加上日本海軍實戰經驗豐富，甲午日俄一戰侵華戰爭一路打過來，官兵自信心爆棚，覺得自己的炮術、戰術樣樣都比美國強。不過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兵力集中問題。美國海軍要兩洋兼顧，太平洋方向只能分到一部分力量，日本則可以把幾乎所有家當都堆到太平洋上。珍珠港事變前，美國在太平洋只有9艘戰列艦、3艘航母、12艘重巡、9艘輕巡、67艘驅逐艦和12艘潛艇，航母的數量明顯少於日本。有了局部優勢，再加上偷襲戰術的加成，日本海軍覺得這仗能打，也確實打成了。重創了太平洋艦隊的戰列艦編隊，炸毀了188架美軍飛機，但日本人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見好就收，沒繼續擴大戰果。要是他們把戰列艦編隊也拉過去，把船塢、油庫全炸了，那美國太平洋艦隊就真廢了。至於美國那幾艘幸存的航母，有6艘日本航母護着，戰列艦編隊壓根兒不用怕。可惜啊，日本聯合艦隊打完就跑，放棄了大好戰機。從戰術上看，偷襲珍珠港確實是成功的，但從戰略上講，則是把美國這頭巨獸徹底激怒了。後面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了，美國靠着恐怖的工業能力，短短幾年就造了100多艘航母，把日本海軍從太平洋上抹得一乾二淨。